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倩，欢迎回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今天呢，我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挑战，在37周4天的孕晚期吧，来一场一个人讲述34岁怀孕的成长经历。今天正巧也因为 Ella 还在夏季旅行当中，而我可能没有办法再等，所以只能一个人上场。今天我想讲述的主题呢，是34岁怀孕倒也真正好，一个全程失控着成长的美好过程。过去几个月当中，其实我回到了每周1次的相对比较高强度的心理咨询当中。本以为我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重养自己的过程，但没想到34岁怀孕的这个经历呢，让我再一次重回到心理咨询当中，又一次完成了一种可以说是比较快速的成长。所以有好几个在心理咨询当中我与咨询师详细讨论的一些话题，可能也挺有代表性的，很期待与大家深度的剖析吧。我一直是在线做心理咨询我现在的咨询师都是通过一个叫做阁楼 GLOWE 这样一个平台寻找到的匹配到的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咨询师，他也接受过精神分析的培训，与我的偏好非常的符合，我就与他一直合作到现在。如果大家也有心理咨询的意愿，或者说听了本期我的讲述之后觉得想要尝试，欢迎在 show notes 当中寻找这个方式。这一期呢，我想分享的一些内容先给大家提前有一些小小的预告，我想与大家详尽分享我的一些对于网络信息质量的观察，和我自己怎么样去寻找更好的信息源，包括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避免一种焦虑，或者说待会儿我会分享的一种割裂感。之后呢，我会分享一些在心理咨询过程当中与咨询师合作讨论甚至说化解的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首先一个是胎儿的性别失望英语叫做 gender disappointment， 虽然其实理论上我觉得它应该叫做 sex disappointment。 我们是在22周的大排畸过程当中发现胎儿是一个男孩。现在至少在西方的文化环境当中，大部分的性别失落、性别失望现象是父母想要有一个女儿，但是获得的是一个男孩。另外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当你在孕检的过程当中获得了一个小黄旗或者小红旗，我发现我们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都有经历这样的过程，在孕产当中有遇到一些小小的不顺利，胎儿检查的出的一些风险等等。那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在31周的 B 超检查当中才发现的，是胎儿的脑侧室增宽。即使是平时心态稳如泰山的我，也不免会有一些焦虑在遇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经历了一些小小的心态上的波动，也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收集最好的信息包括进一步检查包括不过分检查也待会儿很想跟大家着重分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孕期和伴侣的亲密关系的问题。这个孕期包括产后，其实对女性来说，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比较脆弱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时候的矛盾很容易激化。总结下来，我觉得我的个人的女性主义与我的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些选择，有的时候比较难以做到客体分离。待会儿细说。那首先我想小小的吐个槽我不知道今天的听众大概都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主要是指文化环境我竟敢说出怀孕让我享受、让我成长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一些欠揍呢？
或者说为什么我会不敢说这句话呢？是谁夺走了我的生育的乐趣和成就感？首先我想说，我相对晚育34岁，并且是在离开了工作之后，可以说是退休了之后，选择结婚生育，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特权的一个处境，一个选择。整个生育的选择是非常自主的，也感谢我的父母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催生压力，然后我的伴侣更加是没有，他甚至觉得还有点早。过去几年当中，我所完成的这些蜕变呀，包括重新调整、进入新的生活等等，熟悉我的朋友们应该了解，把我放在了一个我觉得很适宜生育的这样一个角色或者说场景当中。但是说实话，像这种只为自己独立自主的选择生育，能有这样的一个客观条件，不管是经济个人能力包括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我眼前是葡萄牙里斯本一个相对来说非常家庭友好育儿友好的一个社会环境，并且总体的经济开销相对比较低，与孩子有关系的开销更是比美国要低非常的多。所以在这样一个总体的这个多参数的环境当中呢，我确实是觉得处在一个比较幸运的一个位置。一方面我也想感叹我们好像需要满足很多的条件才能够去做到真正自主的生育真的是不容易。那一个社会该如何去协助女性更容易的去获得这样子自主生育，像喜欢生的人可以尽情的生这样一个条件呢？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社会的课题吧。其实在几周前我跟 Ella 有录制了上下2期的关于我们各自生育选择和关于生育的一个大讨论，只是素材还没有剪辑完成，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时候可以收听或者收看在那2集当中呢，我们着重讨论了这个话题，本期我就不再赘述那回到我自己的情况当中来，我能够做到一个非常自主的生育的选择，来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生育的条件当中来，但是好像总有一些将要为人母的这种乐趣或者说欣喜好像尤其在中国的互联网环境当中需要自我过滤。这话怎么说呢？似乎在此之前我所接触到的，尤其是中国互联网的一些环境当中，我感受到或者说吸取了很多对于生育的负面的讨论，包括对于损伤包括对于生育的不对称性、不公平性，因为毕竟对男性的影响和对女性的影响肯定是不同的。然后包括也有很多与女性主义有关系的讨论，让我觉得生育好像背负了一个比较厚重的含义。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相似的感受。那其实在我自己怀孕之前，这些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社会现象，自己怀孕了之后才有切身的一种体会。我曾经跟我的伴侣托比半开玩笑的讲过这个话题，我说怀孕了之后我要稍微小心一些，不要把每一个新发的这个笔记的头图都用我的怀孕的照片，或者说我们俩结婚的2个人在一起的照片就会让别人觉得我是把婚育放在了首位，可能会影响我的所谓独立女性的大女主的形象其实这个真的是玩笑啦，因为我也没有在塑造任何的独立或者大女主的形象，我只是非常希望能够分享一个详尽的自我。而我觉得很多真正有价值的分享是没有非常清晰的非黑即白的这样一条主线的。而我一些比较简单的目测当中也发现，好像抱怨或者说苦难叙事确实是要比一些正面的积极的叙事要受欢迎。你如果在小红书上随意搜一搜关于生育的话题，那些上万赞藏点评的帖子往往是一些情绪特别强烈的，或者说大家共鸣说生育是非常糟糕的一个选择，幸好我不生育等等。
其实我作为一个十足的女性主义者吧，我看到的现在在中国正在产生的女性的持续的觉醒，其实是开心、非常欣慰的。但是，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或者说暂时性的一个情况吧。当我跟我的周围一些欧洲的朋友分享的时候，他们会说：“哎呀，这听上去像是60年代、70年代的欧洲啊，尤其法国这样的地方，女性主义启蒙或者说盛行。”所以，这也给了我很多的灵感。这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我们不能要求进步的过程每一步都是走对的，都是不能够过头的，都是不能够有偏差的，那是不可能的。我也相信进步可能通常都需要一些过度的纠正，暂时性的不合理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想提醒大家，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你所寻找到的信息是否真正是为你而设计的？你看到的这些 advisory、这些 counsel 给你的人生的建议，是不是真的100%适用于你？怎么样去根据女性主义的指导方针去生活？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挑战的一件事情。其实生育对于两性的不对称性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我再怎么样去自主选择，生育的任何潜在的损伤都还是发生在我身上，不会发生在我的伴侣身上。即使是在我的海外受过非常非常优质教育的圈子当中、朋友当中，这样的一些比较微妙的情形也会出现。比如最近呢，正巧是我的商学院毕业5年团聚 reunion weekend。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呢，就是在我们的同学当中，如果是女生怀孕，大家都会非常为之高兴。商学院毕业5年，大概平均年龄是32岁、33岁左右。这个时候呢，是我们女性毕业同学的，首胎的高峰期吧。有些可能是刚刚生完没多久，有些是正在怀孕。一般来说，教育程度越高，结婚的时间也就越晚。那相应的首次生育的年龄也会相对较晚。但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毕业群体当中还有一部分相对偏右的、偏保守派的男生 ，and/or 可能也是美国老兵，或者说是天主教国家，比如说智利的、西班牙的那些男生他们可能现在已经生到3、4、5胎了。好多情况是妻子是全职的，有那么几个同学的妻子我们都是认识的，因为在商学院期间他们就陪伴着自己的丈夫，所以其实我看得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构成。美国籍的同学呢，正好刚刚收获了第5胎，而且全部5胎都是女孩我们因为在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呢，都会与整个大班的朋友们分享，90几个人一个聊天群。那这个同学呢，把自己第5个女儿的新生照片发到群当中去的时候，其他的同学也不免会小小的对这个爸爸开一些玩笑善意的玩笑。你可以看得出有一些微妙的区别，大家对于女性同学首次怀孕和对于男性同学全职老婆怀第5胎这个反应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说句实话，每一个怀孕的新闻在我们听来真的能够一样吗？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同等的为每一个怀孕的女性开心吗？我觉得是很难的。举个例子，那我身边有好朋友一直在非常稳定、非常美好的婚姻当中，你看着他们一步步走过来，为未来的这个孩子建立了非常好的成长环境。当他们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会非常为他们由衷的高兴。我朋友当中也有存在，比如说有被家暴经历的女性朋友，不仅一次次留在了婚姻当中，而且还传来了怀孕的新闻。那像这样子的情况，作为朋友，你能够做到真心为他高兴，或者说与之前我所说的情况同等的为他高兴吗？真的很难所以这些情况确实是现实存在的差异性，是一个很复杂的、难以一并讨论的话题。
在整个孕期的过程当中，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啊，我个人所受到的这个体会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神奇的。第一孕程是有一些孕反，那其实这也是一种人生体验哈。我是有比较明显的恶心的现象，然后在每天的傍晚会有一些嘴里发苦啊，或者比较胀气难受的这个胃肠道的现象。但是除此之外呢，之后都非常的顺利相对来说非常的顺利。现在还算是比较健步如飞哈，甚至游泳下海什么都不在话下的。打网球打到了6个月左右，生活正常进行到现在，最后这么几周才开始逐渐的减少社交的活动等等。再分享一些比较神奇的那些瞬间。我觉得头2次 B 超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孩子比较小可以整个完整的出现在 B 超照片上，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小的小花生，或者说小泰迪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那也是早期的时候对于这个胎儿有一种具象的感受的初体验吧，所以我觉得那几张所谓的泰迪小熊照特别的神奇。接下去我能想到的就是比如胎动我觉得尤其对于妈妈，对于爸爸可能会有一些奇怪，因为爸爸是从外朝内看妈妈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感受，全方位的，所以相对来说会觉得更神奇一些。这个胎动其实大概在17、18周左右逐渐开始，2个心跳在一起的这种体验确实是非常非常神奇的虽然现在孕晚期大家往往会非常想卸货，但一旦卸货了，我想我也会非常想念2合1的这个过程。接下去比如说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居然是一半是我一半是我的爱人，这种存在，这种 being， 是不是大家也会觉得是一种很神奇的创造呢？还有给大家举个例子，实际上在35、6周左右吧，其实可能在更早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有colostrum， 叫做初乳，可能会渗出。怀孕是一个非常动物性的一种过程我觉得其实真的特别有意思。当一个智人这么多年以后，突然发现你是有一个这么动物性的这样一个属性存在，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让我感到好奇、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在怀孕的中期，我曾经在 Instagram 看到这样一个选择题，他问已经成为母亲的女性朋友们，以下的几个阶段你最喜欢和最痛苦的分别是哪个阶段？几个选项呢如下。大家知道孕期一般分为3个阶段就是 first trimester 第一个3个月一般叫做孕早期，第2个3个月阶段叫做中期，然后是孕晚期。所以前3个选项是早期、中期、晚期，第4个选项是分娩，第5个选项是第4个trimester， 也就是说出生之后的头3个月。那这5个选项里面，我也很好奇大家怎么选哪个阶段是他们所经历的最痛苦的阶段，哪一个阶段是大家最享受的阶段？答案肯定是众说纷纭了，因为如果说是有早期严重孕反的话，一定会觉得孕早期是最痛苦的。那如果孩子非常难带的话，可能所谓的第4个 trimester 出生之后的3个月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至少我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女性指出她们的这个分娩过程，也就是 labor 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因为这是她们变成母亲的一种身份转变的过程，是很多人形容是 transcendental， 也就是超越脱离于这个日常生活之外的这样一种特别的感受。那这种奇妙的感受好像此前我都忘记了，或者说没有人去提醒我，哇塞，你正在经历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我还真的挺惊讶的，因为关于分娩我之前读到的信息，尤其在中国的
中国社媒上读到的信息，往往都是有关怎么样去选择顺产和剖腹产呀，怎么样去尽量避免生育损伤啊，什么两坨都是屎啊这之类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实事求是、比较扁平化的讨论，甚至说比较悲观的一个讨论。而这道选择题以及Instagram 上面很多母亲给出的答案，一定程度上提醒了我，点醒了我，进入 motherhood 这个本质是有巨大的意义和价值的，也提醒我不要过分的去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放在担忧，放在最小化你的风险等等这些很 tactical 的操作层面上的事情，尽量能够去享受这个过程的本身的意义。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姑娘们，更多的姐妹们可以获得你所向往的 motherhood 的体验。接下去我想说说为什么我们通常能够比较自然、比较简单接受到的信息，往往质量不是这么的高。怎么去克服？我怎么样去寻找最好的信息源？怎么样去避免过分的焦虑等等？首先，大家很多的信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或者家人，或者说网友。我觉得在孕产这个问题上，因为个人的情感往往会过于强烈，可以说这是一个过分个人化的话题。有些朋友或者家人，他很难去给你非常客观的智慧或者说建议，因为他个人带入的程度或者说投射可能性太大了。如果说你去不加选择、不加思考的去获得朋友或者家人的建议的话，很有可能获得的只是别人的一些担忧和恐惧，别人的内心的投射，所以这个可能是造成我们较难以去获得优质信息的一个很大原因哈。举个例子吧，我身边有很多丁克的朋友哈，在我怀孕之后呢，我确实有所感受，有一些朋友能够做到真正的、真心的为你感到高兴，有的却会莫名的为你操心，也就是会觉得好像跟前者去分享你的孕期的一些故事等等没有任何的压力，他会主动问你，即使从他的问题当中你也能够听到他真正的好奇和真正的为你的快乐。而也有一些朋友这种操心就让我觉得是一种负担。几番交流之后，你会有一种对方好像没有真正的 get 到我，他没有很好的把自己放在我的鞋子当中的能力。这样的情况如果在生活当中、朋友当中还不够明显的话，那在网络上一定是非常非常明显了。比如说我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就是一些选择丁克的朋友，他好像对于自己不生育的这个选择还没有一种完全的释怀，或者说我这么选择，但是我最好别人也能够认可我的选择。那别人认可我的选择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是跟我做一样的选择。再举个例子任何关于生育分享的体验，包括这个说说我的生育损伤说说我的恢复等等，评论区里面一定会看到一些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声音，说不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有一种好像想要从别人身上获得一种 validation 外在肯定的这样一种直观感受。当然我的这个观察呢，是因为我现在站在了即将生育的这一方，选择生育的这一方，反方向的生育的一方对于选择不生育群体的这种 judgment 怎么说判断、评判、贴标签，包括 assumption 那些预设和臆断等等，其实是更为强烈的，我想也很显著。告诉别人不生育一定会后悔的，你以后养老怎么办等到你老公想要生，你生不出来的时候看着办吧，等等这样的一种声音，我觉得长期也是非常压抑选择不生育的群体。这样的一个双向的这种现象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让我感到难受。我不知道大家在成为母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体会到这样的一种圈子的割裂就是因为生育的选择好像形成了一条战线，
彼此进入了更加隔离的一种状态，生育的和生育的玩，不生的和不生的玩。我并不觉得这个便利是唯一的原因。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抵达一个新的彼岸，大家可以彼此尊重我们不同的选择，给予这样的空间呢？我也发现网络上的很多的信息确实质量非常的堪忧，我把它总结成一种温和信息或者说优质信息的诅咒。怎么说呢？当你的故事本身是比较顺利的，比如说我的好朋友告诉我他所经历的2胎都非常的顺利和快速，没有什么很大的生育的损伤。那像他这样的故事，首先他没有什么意愿去分享因为没有一个需要吐槽的点，或者说即使他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也不会传得很远，因为他没有这种起火的一种特质在。那优质的信息往往也是这样的，它可能不是那么的顺口，适合传播。我举个例子哈，很多人会说，剖腹产是非常危险的，羊水栓塞的比例要比顺产要高2到3倍。那这个就是比较的适合起标题哈，那起到的效果就会让人觉得剖腹产一定是不好的。但实际是怎样呢？实际情况是羊水栓塞本身不管是顺产当中的风险还是在剖腹产当中都是非常非常低的，也就是说绝对风险是非常非常低的，都是10万分之几。所以说实际的在做选择的过程当中，你选择顺还是剖是不可能根据羊水栓塞的这个风险来去定夺的，它就是一个 irrelevant， 不是一个考量的因素。那我刚才说的这么一大堆就不适合作为任何的笔记标题，对不对？所以好多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信息，它不会变成一种情绪标题，也就比较难以去寻找到。那如果你想要在网络众多的信息量之中，抽丝剥茧，能够剥去迷雾看问题，确实需要很多很多的经验，或者说对于社会网络文化的一些敏感度，挑战还是比较大的。Hello， 刚才去休息了一下，吃了个饭，胎动实在是有一些厉害。如果大家觉得今天我的状态有些异常的话，可能真的是需要大家谅解啊。刚才说了一些我觉得比较综合的，有一些复杂的我的感受之后呢，接下去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在整个孕期过程当中，我选择把时间、精力和包括金钱花在什么样的地方，达到获得更好的信息来源，包括获得对自我的这个更好的照顾和自我的成长。首先呢，讲讲信息的摄取吧。我觉得在经历了一阵迷茫，包括在网络上的各种迷失之后，我最终是选择以下几个大的这个信息来源作为我的孕期的一种支柱吧。首先一个是 ChatGPT， 我的ChatGPT 的使用终于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开始付费了。也对我，尤其是在脑侧室增宽这个孕检当中遇到的小挫折过程当中，给予了我非常多的帮助。因为它的 Deep Research 深度思考功能呢，可以去查询非常多有效的论文啊、学术的研究等等，帮助你获得更好的、更适合自己的答案。当然，我觉得 ChatGPT 的使用还有一个非常需要技巧的地方，就是你如何去提问，如何去获得你想要的答案。这些我觉得一时半会儿可能也是无法学习或者说教授的。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大学时期的一些统计学方面的培训和理解数据分析方面的一些经验。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方便的途径，就是去寻找 Professor Emily Oster 的一些见解，包括他出版的几本书。Emily Oster 呢是美国布朗大学的一位教授，其实他本身不是这个医学方面的，也不是孕产方面的专家，只是自己经历的孕产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有很多传统的怀孕的建议似乎不是那么的令人信服，所以他从自己的数据素养啊，包括统计等等方面的专长出发，可以说是成为了如今的孕产界用数据说话的一个influencer。一个领导者吧。
他在2013年出版了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叫做《Expecting Better》，可以说是用数据去挑战了很多传统的孕期的建议。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呢，又出版了第二本书，叫做《Crib Sheet》，像是一种续集，因为它主要讲述的是婴幼儿时期，也就是出生之后的一些数据指导性意见。为什么我觉得Professor Emily Oster 的一些建议非常有帮助呢？因为他是致力于将经济学的一些框架，包括数据的运用，放在了亲子决策，放在了怀孕的等等这个健康判断的领域，非常适合像我这样的想要通过理性的权衡去获得最佳选择和收益的一种父母，也省了我们很多的自己去做研究、去做 meta analysis 的这个时间吧。那在小红书上呢，其实我也找到了至少2个非常优质的信息来源，一个就是段涛医生，大家可能会知道哈，非常著名的妇产科医生。还有一个是猴哥聊妇产，好像他的账号叫这个名字吧。段涛医生和猴哥聊妇产2个人可能是从相对各有特色的角度去阐述了非常多大家孕期和生产期间会非常关注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很多我们存在的一些疑问只看这2个信息渠道就够了，真正的去评论区去寻找非常个人的案例的数据点，实际上我觉得参考的价值并不是这么的高。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可能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个数据点容易被放大。正态分布大家知道这个曲线是一个绝大部分的案例都在中间，极少部分的是在2个长尾，对吧？但是实际上在网络上你会看到，尤其在评论区你可能会看到更多长尾的这些数据，实际上参考的对你的价值并不是这么的高。那刚才说到 ChatGPT， 说到了 Professor Emily Oster 和他的2本书，还说到了国内的猴哥聊孕产和段涛医生。我想给大家举个小小的例子哈，就是在我刚才提到的我们遇到的侧脑室增宽这个孕产挫折当中呢，我发现我使用了 ChatGPT 的深度思考等等功能，帮助我获得了基于事实、基于科学研究的一些答案。那这些答案呢，肯定不是确凿的，他一定不会告诉你说你的孩子一定没问题，但是他会给你非常好的根据你现有的所有信息，包括你自己的参数和条件等等，他会告诉你你到底需不需要担心，需要担心什么，下一次去做核磁共振的时候应该问医生一些什么问题，关注哪些点。如果说这些点获得解答的话，一切顺利的话，说明着什么。所以一步一步，这个非常非常适合像我这样子的大脑哈。我觉得我就是非常吃这一套，我就是需要知道，我大概现在所拥有的信息对应的需要这个担心的这个百分比是多少。那我接下去怎么样去把不确定性给进一步降低？需要知道什么样新的信息？在接下去的这个几种可能性的分支。每一个分支大概长什么样，有多少的这个可能性，像这样子的一种缓解焦虑、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我是非常非常适用的。所以非常感谢 ChatGPT， 可以说是在那段时间为我和我的爱人，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安慰我们的作用。包括我的医生其实我在葡萄牙的医生，我也发现他给我的所有的信息与 ChatGPT 相比也都是非常准确的，只是没有这么的多的细节，也没有这么多给我追问的机会。但是其实我拿着医生告诉我的信息和 ChatGPT 深度思考告诉我的信息，我发现真的够用了。当我拿着这些信息，包括最后核磁共振的非常乐观的结果，核磁共振结果是说大脑是一切正常，心中的大石头落地的时候，再打开小红书，看到了许多关于侧脑室增宽的信息，我真的发现，小红书上存在着非常非常严重的过度焦虑和甚至有过度检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我只看了小红书，而没有去比如说 ChatGPT 这样的地方，或者说去这个学术论文当中去寻找答案的话，我可能真的会被吓死。我能理解大家的焦虑，或者说
优生优育的这个需求，但是对于我来说，好像少了解一些别人的焦虑、别人的这个选择多听医生的，包括 ChatGPT 给我的优质的信息，帮助我去做适合自己的决定更有帮助。另外说说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相对晚育哈，34岁其实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的晚，其实非常合适生孩子。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吧，相比起如果是20几岁的我去生育的话，30几岁的我可能焦虑的问题会少很多，并不是事无巨细，或者说一旦怀孕了就好像生活要大变样，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包括对于体重的焦虑等等，这些在我身上都没有发生我们也有一些具体的去做了一些研究的方向，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在乎了一些什么，研究了一些什么哈。首先孕期确实是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包括原来我可能是喝好几杯咖啡，或者说不忌讳一天喝好几杯咖啡，孕期的时候尽量控制在1杯左右。那另外比如说抽烟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哈，那抽烟也是孕期可能真的是应该要避免的事情之一了喝酒也是其实我在孕期之前就已经自然戒酒好长时间了。不吃生鱼像寿司等等这些要避免，因为寄生虫包括李斯特菌这样子的一些威胁，对于普通人来说其实还好，但是对于胎儿来说是可能致命的。有些人可能会完全避免，冰箱拿出了的直接生食的东西我没有这么的仔细，但是生鱼片肯定是没吃，也没有想吃。护肤品上也要稍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以前我会做早 C 晚 A， 早上维生素 C， 晚上维生素 A， 也就是retinol 这种抗衰的成分，要在孕期暂停使用，它可能会造成婴儿的畸形。还有Botox 药不能打，所以我现在是表情可以随便做。然后包括一些刷酸，好像你要仔细去查一下，我忘记了哪些酸是安全的，哪些酸是不安全的。还有比较常见的像止痛药平时如果你是习惯用 Advil 布洛芬的话，在孕期要换成paracetamol， 也就是泰诺吧。除此之外，其他的我真心觉得我是比较心大的，包括叶酸也是，好像只买了一个普通的复合维生素，但是我吃着吃着就3天打鱼2天晒网。我觉得可能平衡的这个饮食以外如果你身体感觉到贫血，查出来有贫血、缺铁等等，那当然是要补铁。包括我网球打到6个月举铁等等，也是进行到不想举了为止。这些其实在孕前你都习惯去做的事情，孕期的时候能够维持，能够继续，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孕期的人生尽量过得像原来一样，把自己当正常人，其实对我来说反而是有助于缓解焦虑和提升心理健康水平的。那我们还当然研究了这个顺产和剖腹产之间的选择到底怎么去做。这道题真的是没有很简单的答案的。作为一个个体，你能够碰到的不确定性实在是没有办法用数字或者这个群体的一种平均值来去代表。我觉得我们仅仅能够做到的是尽量去去除有关顺产和剖腹产选择之间的这种存在的偏见，或者说贴标签的现象吧。下一个问题对我来说可能稍微容易一些哈，就是母乳和配方奶粉的问题。综合我个人的这个情况，包括我们家庭的情况，选择优先母乳。如果不顺利或者说不够再说。最主要一个就是觉得方便随身携带想喂就是 on demand， 代价就是孩子要一直黏着我哈，我甚至都不想蹦，我就只想直接亲喂。这样的话瓶子都不太需要洗。那我跟我的爱人达成的协议就是说，如果说我来母乳的话，其他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但像刚才所说的顺产和剖腹产的选择呀，包括母乳和配方奶粉的选择呀，我觉得
真的是需要留给女性来去做，其他人支持就对了。那除此之外，一些我们有所研究的话题，包括产后妈妈的支持系统，怎么样去建立，怎么样去构成，妈妈会对于其他的这个家庭成员会有怎样的期望，需要怎样的帮助等等，包括尿布的选择，我们其实在一次性尿布和可洗尿布之间做了比较多的研究。现在会考虑尝试可洗尿布，当然家里也会备一些一次性尿布，还有包括喂奶的策略、睡训等等，这些 sleep training 这些在孕产方面我的乔治，这些都是在孕产方面大家会经常遇到的话题，这边我就不展开讲了。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当你获得了比较好的信息来源，或者说有能力去寻找比较好的信息来源的时候，这些问题会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说说花的钱我其实这一点非常幸运，就是在孕期以来，好像几乎没有花太多额外的钱。首先根据我自己的情况，我们选择不用月嫂，而是我的母亲到里斯本来陪我们度过头2个月，帮助我们度过头2个月。也没有月子中心这样的条件，身在欧洲，有家人帮忙已经是非常非常幸运了。婴儿用品我们是非常幸运，几乎全部都是从朋友那儿收集齐了二手的一些用品。婴儿经济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买新的是非常浪费的。收集齐这些二手产品，让我感觉好像比买新的体验感更好。我们选择了里斯本本地的一个知名的私立医院进行全程的孕检和生产，价格也还好，跟美国和跟上海的同等级别的医院体验比较的话，其实还算是合理的。除此之外，我还把钱花在心理咨询1周1次，和按摩基本上1周1次，然后包括其他原来的吃喝玩乐学等等，基本上一切正常进行。所以其实这样一算下来，也没有花太多的额外的钱。不说了，累死了。那我刚才提到，我还把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心理咨询上。过去的5个月以来，一直是每周1次心理咨询在孕期，包括生产之后，我真的觉得被大家说的讨论的还不够多。大家往往会提到说一定要钱要足够，要去好的医院，要去好的月子中心，要怎么样，要请好的育儿嫂但是很少有人提到心理咨询。心理咨询我觉得在这个阶段能够非常有效的去起到好几个作用一个是缓解预防焦虑我觉得孕期确实是容易产生一些情绪波动，意想不到的情绪波动，包括甚至做梦都会非常的情绪化，非常的夸张，很 carnal 应该说，这个我都不知道中文怎么讲。我觉得心理咨询在这个阶段能够帮助我们学会拆解情绪地雷的这样一个作用。其实也有科学依据表明心理咨询在减少产前和产后抑郁的可能性上是有显著效应的。那其次第2点，这个孕期是我们迎接身份改变的一个过渡期，之后怎么样去摆放自我，怎么样去对待我的新的身份等等，我也提前可以去与心理咨询师做非常充分的深度的讨论。我的童年会给我自己未来的养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好的、潜在的、需要担心的、需要克服的投射等等，我怎么样去更主动的面对这种母职带来的改变？第3个我觉得非常有效的作用就是维护我们的亲密关系大家经常会说孕期和包括产后，女性是非常非常容易记仇的。在这个时期，用心理咨询的方式去帮助维护你的亲密关系，包括你怎么样去更好的沟通你的需求因为男性我们知道他是听不懂抽象的需求的，他一定要你非常非常的
具体的要求，今天要喝这个汤，我要吃西瓜，我要吃猕猴桃，我现在需要一个按摩等等，一定要精细到这种程度，他可能才会听得懂。我觉得心理咨询可以在这个时期帮助我们去与伴侣一同搭建一个怎么说呢，共同认知的这个语言啊，因为我们都将要进入一个新的身份。最后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个人的边界，包括我的心理的韧劲，如果你能把自己再变成一个更强的、更坚定的、更有韧劲的人，那可能比任何的完美的育儿计划更有用。OK， 那本期最后一个环节呢，我想跟大家分享3个我在过去几个月心理咨询当中获得的最重要的一些解答。第一个议题是性别失望。刚才我有提到，在22周的大排畸 B 超当中呢，我和我的伴侣发现，肚中的宝宝是一个男孩。我也不知道我们哪儿来的自信哈，明明是几乎50-50的概率，男孩女孩，可是在这个头22个星期的期待当中呢，我们一直做的是一个女儿梦。那这个女儿梦呢，我们做的还真的非常的具体，因为连小名都想好了，叫做上海妹，或者托比说起来叫做山海妹。我们没有想男孩的小名，所以这个梦真的只是具象在一个小女孩身上。所以当我们在22周 B 超的检查当中发现是男性的时候，另外说一句啊，这个性别的提前的告知是合法的，在葡萄牙，在绝大部分的地方。我们其实也可以更早发现，但是种种原因一直拖到22周才揭晓这个谜底，也导致我们的女儿梦做的时间有一些长，对于这个上海妹的执念有一些深，所以在22周才发现肚子里面是一个男孩的时候，并且这个 B 超一上来就看到了他的生殖器，顿时这个梦就破碎了。其实现在这么多个星期过去了哈，我很难再把自己放到当时的那个失望的自己当中去。可是如果让我回忆一下的话，当时体会到的一种比较复杂的情绪，一个肯定是失望，因为这个上海妹去哪里了呢？另外一个还有一些困惑，为什么我会对于性别有一个这么明显的偏好？同时我还有一些可能用羞耻来形容会比较准确，甚至都不敢讲我失望于性别这件事情，因为我好像觉得会伤害到肚子里面的这个男孩。毕竟托比和我没有很明确的多胎的计划，如果未来真的只是这一胎的话，上海妹这个概念应该怎么样去摆放呢？这个梦就这样结束了吗？所以当时确实是一个非常情绪比较复杂的一个阶段，同时这样一种复杂的感受也不是有那么多机会去与身边的人讲述，所以跟心理咨询师去分享，我觉得也是再合适不过了啊。我在与心理咨询师的坦诚的沟通当中呢，也分析了我的几个性别失望的来源，至少我能够找到的一些来源。其中最大的一个是，我认为现在的这个社会文化当中缺少了一种对于男性的正向的榜样，所以我也有一些迷失哈。我就觉得，如果是一个男孩的话，我都不知道向往什么啊，我希望他成为怎样的人。不是那么的清晰，可能跟现在的女性主义风潮也有关系，这是一个环境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呢，可能是心理咨询师帮我一起讨论到的。其实养育自己的孩子也是一种重养自己的过程。那我对于上海妹这个概念，对于我的这个母女关系有了一种很真实的想象，那其实也是一种对于重养自己的一个期待。当你被好像剥夺了这样的一种期待的时候，失望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这并不是我对于孩子的一种否定，而只是某一种期待的对他的告别吧。尤其我觉得咨询师这一点开导我非常有效，就是他说你现在还处于孕期的比较早的阶段，你对于这个孩子22周的时候，其实还没有
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具象的概念，你还没有亲手抱过他，你还没有看到他的脸等等，所以其实更多的这时候的一些这个情绪的反馈还是与自己有关。所以不用去感觉到我刚才提到的羞耻感呀，包括困惑呀等等对于上海妹她的曾经的存在和现在的暂时失去，这当中如果有任何的哀悼的情绪，是非常非常可以理解的。她也鼓励我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接受一种期待的失去和一种新的期待的产生。所以过了几天之后呢，托比和我给男孩也取好了小名。当这个小名产生的时候，不是上海地哈，是张阿郎。对于他和我们仨的一种期待也逐渐越来越成型我对之前的这个性别失望也很快在几周内确实就是散去了。那现在在对于上海妹这个概念呢，我觉得它好像是变成了一种粉粉的泡泡漂浮在什么地方，但是不会再给我伤心或者不解的情绪了。第二个，我觉得我从过去几个月心理咨询当中获得非常大的收获，是有关于养育的一种焦虑感。毕竟我们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但是我们现在将要面对的是对一个人负责所以这一点真的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同时，托比和我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咨询者他是接受了7年的精神分析，而我是好多年断断续续的心理咨询，所以其实我们比任何人都明白做父母的对于童年的孩子的影响有多么的大。在我的咨询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一个话题跟我的心理咨询师展开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就是关于对未来孩子控评的这个想法。其实在怀孕之前呢，托比和我就已经有过很多次的讨论，包括我们也一直在观察身边的朋友和身边的孩子。我们一致认为对于童年的孩子的控评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值得去征服的一座大山。但是我跟托比都是非常珍惜自由，非常尊重个体选择的人我们希望自己未来的孩子是能够有非常强大的自我价值，不被周围的价值观所影响太多。我们希望他拥有自己的选择的空间和表达内心的自由。但是为什么现在好像确实要去做一些限制他的事情，就比如说控评。所以这一点我也向咨询师表达了一种我的困惑吧。那再展开去说，即使我对我孩子有这样子的正向的希望，我希望他可以有强大的自我，有做自己的信心，但是我有任何的权利去替他承担未来的可能那些你很奇怪这样子的评论吗？包括我们其实卖个小关子就给这个孩子起的名字也并不是这么的传统，所以从名字到他可能从小不用 iPhone， 从小不走寻常路的这样的一种培养环境，也许未来的他在同龄人当中会有一些不同。我怎么样去理解我对于他的责任和权利呢？在这一点上，我其实没有想到我的心理咨询师会给予我这么明确的一种肯定首先，他启发我，真正的自由是带有边界的。为了让你的孩子未来能够有能力自由选择，现在需要这种边界的建立，去帮助他构建一种内在的秩序。而边界并不是一种压抑。如果没有我和托比作为父母对孩子，尤其是幼年的一种控制，孩子也会只是从我们的这个控制系统进入到另一个控制系统也就是更强大的这个网络算法。也没有最好的答案，没有完美，但是有两者之间一个更明显的、更加的选择。我的咨询师还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他说这些屏幕的瘾短视频的瘾，其实都是孩子内心渴望的一种 compensation， 一种代偿现象。
如果他们可以选择的话，他们的首选一定不是屏幕，而是父母高质量的陪伴和相处时间。它联系到我经常提到的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包括我们所崇尚的向往自由、向往自然的这样一种娱乐模式吧和体验。我的咨询师说，孩子永远是会选择森林、大海超过屏幕和游戏的。那关于我提到的另外一个，就是自由和限制之间的这种矛盾，我的咨询师也给了我一个鼓励哈，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受用。他说，当你觉得自己有一些疑惑，有一些不确定，你允许自己的内心保持一些矛盾，那其实就是为未来复杂的教育过程做好了最好的准备。人生包括育儿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就是一个不断微调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内心有一些矛盾，有一些缺少答案，甚至允许自己犯错，回头一起和孩子和伴侣去寻找新的平衡，而不是提前决定好一切，要求自己拥有所有的答案。那对于我们作为父母，可能培养出一个与众有一些不同的孩子，他也是持鼓励态度我咨询师也说到，如果说是有条件的父母，我们的责任不是追上时代，而是有勇气去做出有价值的挑战，定义自己的教育模式。不知道大家在自己的亲密关系当中，或者身边的亲密关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女性越来越独立之后，经常会遇到一个尴尬的问题，那我们要男人干什么？我的伴侣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玻璃化的亲密关系呢？那我们又怎样把自己的女性主义和自己的亲密关系做更好的课题分离呢？人与人之间太独立了，女性的资源和权利更广大了，是不是也让我们缺少了一些动力去修复，去为关系的重建和改善做努力？有的时候甚至过分轻易的去试探结束一段关系。因为现在我是处于孕期孕期的这个状态更加是非常具象的。我不仅是怀着肚子里的孩子在做一件这么厉害的事情，你还要成为我的一种负担。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女性可能自己非常的强大，非常的独立，年纪相对比较大，所以他们的自带的资源非常的丰富，所面对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需要一个男性伴侣，也就更加的显著。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搭配当中，我也经常听到妈妈差点把爸爸踢出家门，甚至真的是踢出家门，让爸爸在酒店里住好几个星期这样的情况。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我们现在女性地位的改变，但也非常显著的，我觉得刻画了一种现代亲密关系的一个危机吧。虽然我和托比之间没有出现什么我把他踢出家门，去酒店住2-3个星期的事件，但是这种冲动我真的是有所体会的。我觉得心理咨询呢，就给了我一个比较少见的安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我可以与咨询师去共同探讨我的女性主义和个人亲密关系的课题分离话题，帮助我认清这是值得修复的，这是与女性主义与男女平等问题不相关的。那我的咨询师可以在我种种分享之后，非常一针见血的向我分析出我和托比关系当中存在的独特的问题，就好像他能够在几百页的文献当中一下子看到最重要的那么一个点那具体我和托比的问题呢，常常出现于我们各自的需求的强度和大小差异举个例子在咨询师的观察和分析当中，他发现托比对于自己的需求是比较的宽容的比如说他生病了会不舒服会哭，或者说会抱怨，或者说他有任何的需求他会告诉我，会表达要抱或者要摸头举个例子
但我对于自己的好像要求特别的高，很多的需求都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就去解决，或者说内化了。本该带来的一些对于我的情绪上的冲击、情绪上的需求就好像会通过我的一种逻辑化解决问题的方式给化解了，就好像一个浪还没有起来就已经被我压下去了。那这会造成一种什么结果？就是我会觉得托比会显得有些自私，他会占据更多的空间，需求更多，需要我更多的去帮助他，而我好像因为需求少，获得的也少，产生了一种不平衡。那也许因为我长时间对自己有一种比较高的要求，好像大部分的问题我都应该自己解决，这些情绪的平稳应该我自己去掌控。那这种所谓的压制呢，可能也会让我的一些爆炸变得更大。有的时候可能确实要让对方感受到你也是有需求的人，他也是能够给我提供帮助的，能够满足我需求的。其实对于两者都有更大的、更正向的作用。互相独立于彼此，倒并不一定增进情感，对不对？而你可能也发现，在心理咨询师跟我的分析当中，他根本都没有提到所谓的女性主义、所谓的不平等等等，只是把沟通的重点放在了我和他两个人的不同点上。其实真正的对我们自己亲密关系有效的一个策略是抛开那些所谓女性主义普世性的一些 assumptions去只看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就事论事不把我当女人，不把他当男人。像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框架，你在网络上或者甚至在朋友那儿是得不到的。哇，今天讲到这儿真的有点累了，请叫我孕期工作小标兵但是我很想把这些我所收获到的孕期的智慧跟大家分享，诚实的展现。如果大家在这一期节目之后对于心理咨询有尝试的想法，可以在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 里面寻找到我自己使用的这个在线心理咨询平台的信息。如果大家根据 show notes 成功下载 Glowe GLOWE 这个软件呢，在注册的时候欢迎使用我们不上班 Out of Office 节目专属的优惠券 ESB1，也就是我们不上班的拼音首字母加个1，可以享受100元的优惠。这一条是长期有效哦。我还想从本期节目的所有评论区同学当中额外抽取3位获得200元的优惠券。只要在本期小宇宙节目下面留下任何评论，我就会把你放在这个奖池当中，抽出3位，我会私下联系你们。而现在正值618在这一周时间内，如果你作为新用户去尝试阁楼的双周体验的话，每一次体验只需要320元，这个与市价包括1对1现场咨询等等价格相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包括你不需要离开你的办公室，不需要离开你的家，你在海外也可以跟国内非常优质的咨询师进行连线。而我也很推荐这个双周体验，因为我觉得一次可能时间还不太够你很难真正去了解这个咨询师跟你的匹配度。本期节目就录制到这儿啦，大家听到的时候呢，我应该已经离产房不远了。很期待从另一端以母亲的身份跟大家再次相聚。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也祝愿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切顺利，健康平安幸福，拜拜。